當你還在為銀行排隊轉賬而煩惱時，巴西有個銀行已經讓2000萬人每天打開手機像刷 YouTube 一樣自然。更瘋狂的是，這家銀行市值才41億美元，而他的師兄 Nubank 已經飆到了874億，這中間有21倍的差距。這就是今天我要跟你聊的故事。但這不只是一個小弟逆襲的勵志劇本，在這背後是一場關於數字金融、AI 算力以及全球流動性重新分配的3重節奏。而你我作為普通的投資者，正站在這場變局的十字路口。Interbank 股票代碼 INTR， 一個被市場忽視的增長怪獸。讓我先給你看幾個會讓你眼前一亮的數字。過去12個月，Interbank 股價漲了 88.5%， 過去3年漲了 274%。聽起來這很猛，對吧？但是這才剛剛開始。這家銀行現在有4130萬客戶，其中 57.9% 是活躍用戶。這是什麼概念呢？就像你開了一家餐廳，不僅每天有60%的客人會回頭，而且他們每天還要來2次，平均每個活躍用戶每天登錄1次，完成 1.4 筆交易。更關鍵的數據在這裡，貸款組合增速達到 30%， 是巴西市场平均增速的 10% 的3倍。ROE 也就是它的股東权益報酬率，從2年前的 5% 飆到現在的 14.2%。淨利息收入占比從 67% 提升到 75%， 這意味着它不再是只靠手續費賺錢，而是有了更穩定的利息收入來源。換句話說就是這家銀行不僅在跑馬圈地，而且每圈到的一塊地都能把它变成摇钱樹。对比 Nubank， 一面鏡子照出未来。Nubank 是什麼呢？就是巴西數字銀行的天花板。1.2 億用戶，覆蓋 61% 的巴西成年人口，市值呢874億美元。它的效率比率，什麼是效率比率啊？就是成本占收入的比是28，意味着每賺100塊只花28塊。Interbank 現在的效率比率是 45.2%， 看起来差距還不小，但這恰恰是機會所在。這裡有一個關鍵邏輯，Nubank 已經是行業標杆，成長空間非常有限，而 Interbank 正處於爬坡期，每一次效率優化，每一次規模擴張，都會直接反映在利潤率上。管理層給自己定了個2027年的目標，600萬客戶，30% ROE， 30% 的效率比率。如果這些目標實現， Inter 的盈利將接近 Nubank， 但市值只有後者的1/20。這就像你花20塊錢買了一張可能中400塊錢的彩票，賠率非常誘人。美國市场是一张剛發到手的王牌。2026年最大的催化劑是什麼呢？聯準會已經批准了 Inter 在美國設立分行。這意味着什麼呢？美國有6000萬拉美裔人口，他們中很多人需要跨境匯款，需要雙語金融服務。Inter 可以同時服務美國本土和拉美僑民，這是一個年交易規模超過1000億美元的市场。我們可以想象一下，一個墨西哥裔美國人用 Inter 的 App 給家鄉親戚轉賬，手續費比傳統銀行低1半，還能順便在 App 裡投資美國股票和巴西國債。這種超級應用的模式已經在中國的支付寶、微信和東南亞有個 App 叫 GRAB 被驗證過了。好，接下來我們要說的是 CoreWeave， 它的股票代碼是 CRWV。英偉達用真金白银投的票。如果你覺得 Interbank 的故事太遙遠，那麼我們去聊一點更 sexy 的 AI 算力。英偉達剛剛以每股87.2美元的價格向 CoreWeave 投了20億美元，這不是普通的財務投資，而是戰略保定。CoreWeave 是誰呢？簡單說就是專門租 GPU 給 AI 公司的地主。那 OpenAI 訓練 ChatGPT，Anthropic 訓練 Claude 都需要海量的算力。而 CoreWeave 的商業模式就是把英偉達的芯片組裝成 AI 工厂，然後按小時出租。這裡有一個非常細節的關鍵就是 CoreWeave 計劃2023年建設超過5G 瓦的 AI 工厂。這是什麼概念呢？就是5G 瓦相當於5座核電站的發電量，全部用來給 AI 餵食。那英偉達為什麼要投資 CoreWeave 呢？因為它需要一個示範店，向全世界展示，你看用我的芯片就能建成這麼牛逼的 AI 基礎設施。就像可口可樂投資連鎖餐廳，確保每個餐廳都擺着自己的冰櫃。投資邏輯很簡單 ，AI 需求是穩定的，是確定的，誰掌握了算力供應鏈，誰就掌握了定價權。而英偉達用20億美元告訴市場 ，CoreWeave 就是那個被選中的孩子。既然我們又聊到了 AI，
那我就要講一個被市場嚴重忽視的故事。2023年5月 ，Zoom 投資了 Anthropic， 當時沒有人在意，但是在 Anthropic 的估值已經達到了200到400億美元的時候，這意味着 Zoom 手裡這筆投資可能價值20到40億美元。而 Zoom 現在的市值是多少呢？大約250億美元。換句話說，光這筆隱藏的資產就已經佔到了市值的10%到15%。更關鍵的是 ，Zoom 的股價剛剛突破了多年阻力位，技術面上填補了2022年跳空的缺口。這種技術形態通常意味着新一輪上漲週期的開始。這裡的邏輯是什麼呢？市場還在把 Zoom 當成疫情紅利過氣的股票，但是實際上呢，它已經悄悄轉型成了 AI 賦能的協作平台。當市場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重估才剛剛開始。昨天是一個1985年以來最瘋狂的交易日，白銀價格飆到了118美元每盎司，單日漲幅創下了1985年3月19日以來最大的記錄。1985年那次發生了什麼呢？亨特兄弟試圖壟斷白银市場，價格在幾周內從10美元暴漲到50美元，最後在政府干預下崩盤。這次會重演嗎？不好說，但有幾個信號我們一定要警惕。金銀比率降至2011年9月以來最低，這通常發生在市場極度恐慌，投資者湧入貴金屬避險。第二個是美元指數跌至4個月新低，美元貶值，商品相對走強。再一個呢，就是地緣政治緊張，美國艦隊進入中東，伊朗高度警戒。市場預測本周六政府關停的概率高達78%，這聽起來非常嚇人，是吧？但是歷史數據告訴我們，共和黨執政期間，政府關停後市場上漲的概率是64.29%。為什麼呢？因為政府關停通常很短暫，幾天到幾周，而且最終呢都會以妥協收場。市場關心的是實質性經濟數據，比如周三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它的一個利率決議當然99%的概率是維持不變。那這裡的投資啟示是什麼呢？不要被短期的噪音嚇跑，真正影響資產價格的是長期趨勢，數字化、AI 去美元化，而不是幾天政府停擺。史密斯威森股票代碼 SWBI， 一個經典的区間突破。這家槍械制造商股價正在測試11.5美元的多年阻力位，一旦突破，目標價在12.9到13美元，对應15%到20%的漲幅。為什麼要關注這種股票呢？因為它有明確的歷史模式，每次突破阻力位都會伴隨跳空上漲，然後展開大幅度漲勢。這種模式至少重複了3次，技術面的可預測性比較高。甲骨文超賣後的反彈。甲骨文從345美元高點回撤到172美元，現在正在反彈，關鍵阻力位在185到186美元。流动性分析顯示，這個價位上方賣壓不重，意思是一旦突破，空頭回補或者是追漲資金會同時湧入進來，推動股價快速上漲。安特羅資源股票代碼 A2， 天然氣的供需錯配，有大資金剛剛部署了400萬美元的看漲期權，行权價38美元。2026年3月到期，為什麼呢？因為寒流導致天然氣需求激增，而供應端受限於基礎設施老化。那這種供需錯配通常會持續幾個月，股價在30到32美元形成強支撐，多次反彈後已經突破。歷史上這個區間突破後曾達到40美元以上。那我們普通人應該怎麼辦呢？今天列舉3條投資主線。第一個呢就是數字金融的長期紅利 ，Interbank 代表的是新興市场數字化浪潮，這個趨勢至少還有5到10年。如果你願意承受波動，這是一個長期持有的目標。第二個就是 AI 基礎設施的一個確定性 ，CoreWeave 英偉達生態系統的公司受益於 AI 需求剛性增長，風險在於估值已經不便宜，但是長期邏輯呢依然成立。再一個，第三個就是避險資產的一個階段性機會，白銀的暴漲可能接近尾聲我們參考這個1980年的一個抛物線嘛，但是黄金作為長期的一個避險工具仍然值得配置5%到10%。再一個就是一些關鍵性的時間節點，1月29日下午2點，聯邦公開市場委員会利率決議，99%的概率不變，但是我們重點是要關注的這個鮑威爾他的一個措辭。2月10日 Interbank 發布第4季度的財報，要關注客戶增長和他的一個 ROE 的一個進展。本周呢，蘋果、微軟、特斯拉、Meta 他們的財報這些公司市值權重都非常大，直接影響了大盤。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不要把今天的內容就當成這個買入的信號，任何投資都有風險。Interbank 面臨巴西政治不確定性，15%的高利率環境。CoreWeave 呢，估值依賴 AI 需求持續增長。白銀可能在任何時候暴跌50%。技術分析不是圣杯，支撐位也會被擊穿。那財富的本質是認知的變現。今天講了這麼多呢，核心其實就是一句話：財富的重新分配永遠發生在趨勢的早期。
Nubank 用10年的時間證明了数字银行的可行性，現在 Interbank 正在走同樣的路，但市值呢只有前者的1/20。AI 算力需求已經確定了 ，CoreWeave 站在英偉達的肩膀上收租。白銀的暴漲提醒我們，地緣政治風險從未消失。那我們不需要全部去買入這些目標，但是你需要理解這些趨勢背後的邏輯，因為下一個10倍的機會很有可能就藏在你現在忽視的一些角落裡。市场從不會獎勵後知後覺的人，只會獎勵那些在別人恐慌時保持清醒，在別人狂歡時保持警惕的人。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所有內容，歡迎大家點讚、評論，同時也希望大家訂閱我的頻道。我是老林，我們下期再見，拜拜。